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57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一双属于杰森塔图姆的第一代签名鞋塔图姆1代。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塔图姆1代从推出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从刚开始的万人鞋到现在口碑开始慢慢反转，到底它在实战方面是真心拉胯还是大差不差？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是有非常多的问号的，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它到底在实战方面有怎么样的表现。直到我购买了这一双鞋，在持续穿着了大概10场球之后，我才做出最终的评价。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双鞋整体的配置，在中底方面使用了一个全掌 Phylon 的框架，加上前掌一块面积非常大的 Zoom 气垫，中底的结构搞得还是蛮复杂的，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中底框架。在篮球鞋如此同质化的今天，能看到这样的设计，确实能够让我眼前一亮。而在鞋面方面，它采用了大面积的大网眼针织材料，透气性绝对一流。这双鞋属于一个中帮的造型，搭载了7对鞋带孔。在整体的配置方面，其实除了中底大面积的镂空处理之外，并没有太多的亮点。而拿到这一双鞋的第一感觉就是它的重量表现真的非常的出色。单支42码的塔图姆1代重量是323克，重量表现确实非常拔群，而且它的中后段锁定做得非常出色，整体的重量布置也十分合理，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非常轻质，在实战的过程中，它绝对不会成为你脚底下的负担。那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一双鞋的尺码选择，因为尺码选择是否正确，对于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影响会比较大。这一双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对于脚型的适配还是比较广的，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窄偏宽的兄弟都可以进行选择。不过这一双鞋的内长是偏长的，如果你要购买这一双鞋，一定要在你正常耐克尺码的基础上选小半码。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如果尺码选择准确，在实战的过程中，它的锁定表现还是 OK 的，只有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急停状态下才会出现脚在鞋内位移的情况。这一双鞋我穿它也打过高强度的比赛，但是并没有出现太夸张的那种脚在鞋内位移或者是顶脚趾的情况，只是因为你的脚跟气垫之间只有中间的鞋垫以及外部的这一块布，在这些比较极限的情况下，你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中底气垫的形变，从而会产生这种体感上好像内部的鞋垫在移动的假象，其实是它中底气垫形变而造成的这种感觉。而它中底的气垫是这一双鞋身上不管是利还是弊都非常明显的一个部件。我们先来聊聊利在什么地方。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它巨大的气垫所提供给你的出色力反馈，不管是在跑动还是发力突破的过程中，它的中底气垫都能提供给你非常澎湃的推进感，感觉非常棒。虽然比不上 AJ37 上面这种双层气垫来的那么爽但是比现在市面上绝大部分那种超临界缓震科技都是要更为出色的。这就是气垫与材料缓震之间的区别，这是气垫的一大优势。但是它的弊端也特别的明显，就是它穿在脚上的舒适度表现会比较糟糕，气垫的存在感或者说是异物感会非常的明显。由于它的中底做出了非常大面积的镂空处理，后掌过渡到前掌的过程中，在后掌一直到气垫的中间这一段位置都是非常流畅的，过渡非常流畅。但是一旦接触到了气垫之后，就会出现非常明显的断层感。这一双鞋我觉得不管是使用全掌进行跑动的球员，还是前掌跑动的球员，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在这两种之间，使用全掌跑动时的跑动感受会反而更加出色一些。而使用前掌跑动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前掌气垫形变非常的明显，而且因为它的大底在气垫的中间位置，也同样做出了这样的镂空处理，在跑动的过程中过渡到镂空处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割裂感，在舒适度方面的体验并不是特别好。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它气垫的使用寿命，这一双鞋的气垫外露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踩到一个钉子或者是石子之类的东西，那就只能打出鸡鸡了。而且大面积的外露加上气垫在不同区域所受到的支撑力度不同，后期鼓包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这一点你必须要考虑清楚。现在毕竟才推出来个把月嘛，真的会购买这一双鞋来打球的人相对来说还比较少。那等到夏天过去了，我觉得关于它气垫是否耐用这一个问题应该就会有结论了，到时候再考虑入手，相信这个在价格方面也会更加合适一些。
那说到耐用性，它的大底肯定是被人诟病最多的一个地方。我在网上看到不少朋友啊，第一次就直接给它大底的泡棉给干报废了。但是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我觉得整体的耐用性表现是可以接受的。它的大部分磨损在于它2块橡胶材质的中间位置处，我在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在这个位置处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凹陷，在其他位置的磨损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前提是啊，你必须要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打球才行。它的大底除了它前掌的这2块是橡胶材质之外，其他都是类似于 UA 的 Flow 那种泡棉。但是它的这一个泡棉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肯定比不上 Flow 的。不管是在干净的场地上面，还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它的抓地力基本上啊，绝大部分都是依靠它的前掌这2块橡胶材质提供的。整体在抓地方面的表现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勉强够用的一个水平。这一双鞋的大底表现整体来说是比较糟糕的，抓地一般，耐磨也很一般，2个方面都没有顾及到。而在鞋面方面，虽然整体的鞋面用料是比较偏软的，但是在侧向支撑方面也基本够用。在做大幅度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它的鞋面还是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的，不会有太多的不安全感。这都要归功于它侧面大面积的 TPU 以及中底的上扳，给它在侧面筑起了一道侧墙，增强了球鞋的侧向支撑。不过如果你要选择这一双鞋，我还是建议你考虑一下自己的脚踝力量是否出色。如果你的脚踝力量不佳，那这一个鞋款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适合你。这一双鞋的中底重心整体还是略微偏高的，而且它的侧面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防侧翻设计。虽然在侧向蹬地的时候，它外侧的镂空会给你释放掉一定的压力，从而来保证球鞋的整体稳定性表现，但是重心偏高这一个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穿在脚上打球的时候，心里该慌还是得慌。而较高的重心也并没有给这一双鞋带来出色的缓震表现，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只能算是刚刚好够用的一个水平。如果单纯用脚后跟着地，震脚的感觉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如果你对于缓震有一定的要求，那这一双鞋你就不要选择了。这一双鞋还有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足弓支撑。它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足弓支撑设计，但是在我这一段时间穿着下来，穿了这么久的时间里面，穿它打完球之后只会出现足弓处略微轻微的一点点疲惫感，并不会有其他任何的不适。我觉得它在足弓支撑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比较担心的兄弟可以放心。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我觉得这一双鞋是挺不错的，不仅整体的结构非常新颖，而且在实战体验方面也并不拉胯。我穿它打了100分单挑，打了高强度的比赛，也进行了多次的训练。除了对于我这个瘦脚来说啊，它在前掌的锁定方面稍差一点，以及中底的气垫确实异物感比较强之外，其他各方面的表现我都能够接受。它的气垫澎湃，跑动时的推进感很明显，整体的重量表现也确实非常出色，在中后段的锁定做得也非常棒，鞋脚一体性是非常强的。我觉得这一双鞋是一双非常不错的锋线鞋款，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的拉胯，那么的不堪。那如果你喜欢直线加速，喜欢拥有前掌澎湃脚感的篮球鞋，不管你是打什么位置，只要你对于自己的脚踝力量还算比较有自信，那打球一般就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打，那这一个鞋款你就可以选择。但是我的建议啊，还是可以再等一等，看一看它这个气垫寿命到底是不是能够过关，好吧？而且现在它的价格整体来说还是略微偏高的，毕竟它的老大哥 AJ37 现在也就6开，对吧？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